眼镜。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感谢一位新会员。在开始直播之前，应该还有 Twitter 没有发出去，就是我们一般每一次直播之前会去发推，发这个 Discord，所以稍微等我1分钟。这里。好，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来了啊！欢迎。今天讲啥？今天读评论，每周三晚上8点是读一周的评论，来看看，欢迎。今天这是刚开始，对的，刚刚开始。好，我们来把屏幕稍微的调整一下。来了，欢迎啊！先去看淘宝、美团补贴大战，一会儿回来再看这个，好吧？这就是会员可以先去看明天早上的节目啊，然后这个我一般是每天早晨8点半开新节目，但是呢，会员先看主要是发现有错，他们可以告诉我啊，这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好，我们开始读评啊。首先是上期读评，有一个人给我发了评论了啊，老范评别的都基本客观理性，就别和老范说小米汽车有问题，因为他真的买了啊。小米汽车到底没抄袭啊？从法理上肯定不算抄袭，从感官上玉漆苏漆肯定对很多喜欢保时捷这个法拉利的这个汽车爱好者来说是抄袭的。当然，更多买车的消费者并不在意，花1/10的钱买辆车，像保时捷、法拉利的，在天朝的消费观念中是大大的卖点。法拉利、保时捷的车漂亮，众所周知。且恰巧这2年，保时捷出了Taycan，法拉利一直做超跑，没得超。这2年出了个 SUV，正好小米要造车啊，这不正好吗？一贯从小家电开始就是博采众家之长的小米，胆大心细脸皮厚啊！这个首先要跟大家讲啊，我这个人呢，不是说买了什么车就一定说这车好啊，别人就不能说了。但是呢，我觉得关于抄袭这件事呢，不要双标啊。这个日本人其实早期也抄，美国人早期也抄，咱们呢，这个不要在法律的基础上啊，或者说，法律这么规定的，不，我一定要对你进行道德约束。这个呢，其实谁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说我们一定要去做道德约束这件事啊，没有意义。这个，因为如果你说所有人都按照最高道德标准去做的话，那不就管成咱们现在这样了吗？对吧？或者是都穿黑袍还是什么样，对吧？这就是属于道德约束的一种玩法，对吧？你没有人办法说，我道德批判你。我们现在只能说按照法律的规定说这个不算，对吧？那么，其实小米的车呢，就是它长得像法拉利，长得像保时捷，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它是有缺点的，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空间不好。对吧？法拉利跟保时捷它之所以做成那样，是因为有一巨大的发动机在搁在前头，你需要用这么长的这个车头来放这个发动机，而且还需要用车头去做吸能。那么这个呢，就牺牲了大量的空间。最好的空间布局方式就像特斯拉那样啊，那个是最好的布局方式，对吧？因为你没有发动机，你也没有什么这些需要吸能的东西，你就把尽量的空间留给车厢，其实是挺好的。但是有些人说我喜欢漂亮，对吧？你至于说保时捷和这个法拉利到底是不是说我花了1/10的钱非出去跟人炫耀，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告诉你，现在出去开法拉利、保时捷出去没什么流量，你开小米出去才有人流量呢，对吧？人家现在都是这个保时捷的车主在后边贴一小米的标，对吧？没有看见哪个小米的车主在前头贴保时捷的标的吧？所以呢，好多事儿啊。不要去双标啊！这个，
大家开心一下就完了。你说，哎，这个比例很像，对吧？但是呢，有牺牲啊，有缺点，这没毛病。小米最大的缺点就是空间不好，对吧？它的那个储物空间也好，里头乘坐空间也好，都要比同样大小的车要小非常多。那有些人说我就喜欢这个比例，我就喜欢看这个，那有什么问题吗？对吧？我也没要求你们都喜欢，对吧？这个你们很多人觉得，哎呀，只要是中国产的这事都不行啊。反正我发现我的节目是这样，就是我说小米有些东西还凑合啊，那不行，你这个充值了啊，你这个小米给钱了，对吧？这个你买了小米车这事不能说了。我要说这个华为这人不怎么样，华为这企业不怎么样呢，一帮人说，哎呀，你实在是业界良心，这个华为就是不怎么样。其实呢，大家都觉得就是只要是中国企业都不行，对吧？只要是外国企业都行，实际上这帮人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哎，这个也没法讲了。你像这个什么国内其他的这些电动车，其实好多是抄的，就是特斯拉的这种，就是 Model 3的这种造型啊，就是尽可能做的圆圆乎乎的啊，然后尽量的这个压缩前空间后空间，然后把这个车厢里头做的大一些，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啊。但是有些人说我就喜欢这种啊，这个不是那么合理，不是那么这个有空间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又有什么问题呢？对吧？你不能说因为我喜欢这件事儿，我就只能去买法拉利和保时捷，对吧？我就因为法拉利、保时捷长这样了，这个只要是凑这个比例的，我买任何其他的这个车都算是不要脸，都算是蹭人法拉利、保时捷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风头，这个有意义吗？对吧？如果说，哎，只要是法拉利做成这样了啊，那么以后谁敢做成这样就臭不要脸。那这个长得像他的这个比例的车多去了，你有的个挨着个骂去啊，对吧？你骂得过来吗你？啊，这个其实没什么意义啊。而且小米的东西很多其实品质一般啊，这个我从头到尾都在讲，但是你们就永远听不见这句话，对吧？小米的东西呢，属于是技术不先进啊，但是堆料呢堆得很足，然后呢，做的样子呢还算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反正讨我的喜欢吧，啊，我也不要求别人都喜欢这件事儿，也就如此了，对吧？还能怎么样呢？啊，你们非要说，哎，你买了就是个垃圾，然后这个何必呢？对吧？这个你看人买一新车，说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傻？你买个垃圾，你去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多开心嘛，对吧？这个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啊。我只能说你们买不起这样的车啊，然后你们就这个看着我这个不开心了，好吧？那咱们继续，呃，来了啊，欢迎啊，这个看了啊，顺手点赞。小米不是更像迈凯伦？迈凯伦还是不太像，还是不太像。一阵爆渴醒了，正好听老范重新入睡，好吧？争取让你重新睡着啊！来了啊，欢迎！真的只是为了闪送这个高频次场景入局吗？现在应该算是有这方面原因吧。不讲讲最新的盘股，盘股这个瓜呢是这样啊。前面呢我讲的东西啊，好多人说，哎呀，你怎么没有结论？其实呢，我讲的东西只能是按照官方的这个信息出来出结论啊，否则的人家告诉你是诽谤，对吧？现在虽然有后边的文章出来，但是官方呢没有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后边要怎么处理。如果官方最后说我认了啊，这个华为最后说我认了，我把这哥们儿开除了啊，这个抄袭的人我给开除了，那咱就接着往下讲。如果他自己就不说这事儿啊，我就生往上耗着啊，或者说这个最后还把所有发文章的文章都删掉啊，然后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在国内去发帖的人全都给封号，那这个事儿你说你去跟他折腾干嘛呢？啊，至于说这个公司内部是不是有类似这种事情、这种人呢？肯定各公司都有啊，但这个呢，可能就不是那么正能量了啊，咱们就不在公众频道里讲了啊，可能下礼拜吧，看看是不是在会员频道里来讲一讲，公司里头这些啊嘴比较大，然后能够获取资源的人是怎么把事儿干烂掉的啊，这个在公司里头混了几十年，还是见到过一些这种案例的，而且这些人其实反而能够获得资源啊，而且能够得到老板的信任。
个人的感觉，日本抄的时间短一些。哎呀，只要是别人抄的都是好的啊，只要是中国抄的都不好，这个我已经看明白了。他们转向自主设计品牌，高端化的速度更快一些。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你感觉肯定不对呀，这事儿对不对？你想日本那个时候，它整个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比较慢的，整个的品牌迭代也都很慢。以中国现在的这种品牌迭代速度来看，这个真没法比啊，全世界谁都比不了，对吧？一年出几十款新车，这个日本能够比得上这个吗？根本就比不了啊！所以你这个感觉打死他也不可能退。说的没错，抄没什么啊，但是嘴硬没抄，这个立牌坊说自研就恶心了。你像这个华为呢，就属于我说啊没抄啊，这个小米呢，就是说，哎，我致敬了啊，大家都喜欢这个，我就把它做成这样了。但是呢，所有细节我重新设计了，也没什么问题嘛，对吧？但是华为这个，你如果真的是用人家千问的模型去做增量训练完了以后，说，哎，我这个坚决不承认，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啊。有这些人是挺惨的啊，天天找靶子打获得优越感啊，这个是有这样的人。老范给小米充值了才对啊，用钱投票了，这个就是老范认为值得买啊，这有啥问题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对吧？一帮人就出来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这么傻？这个你去买个特斯拉，这个特斯拉其实早期有几个车，就是它那个它叫 Roadstar 什么的，也是很像别人的车，对吧？咱们怎么不说了？顾晨风的观点不知道啊，没看过他的观点。9月上旬在北京吗？这个不确定啊，有可能在，有可能在，你只能是快到了的时候问我。这个花自己的钱买东西有啥好喷的啊？这个，但是有些人就觉得他们永远正确呗，对吧？这个只要长得跟他不一样，或者说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啊，然后呢，他就要求别人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对吧？自己男盗女娼，然后要求别人变成道德楷模这种事情，我们也看的比较多了嘛。这个有个美国电吉他品牌 Fender，当年日本就抄 Fender，结果抄的比原厂的还好，后来还上美国给美国工人讲课提高工艺。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不要那么自卑的认为只要中国人做的东西都不好就行了啊。好，我们继续。这个华为主动管理 OD 啊，这个就是，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吧。有人评论了啊，说这人的逻辑挺自洽的啊，能说出这话的部长一路应该就是被完美 PUA 过来的。就是啊，这个人说我们不能招独生子女，不能招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不能招名校的，不能招这个有这个同学在华为上班的啊，这个就是总结了一大堆这个招 OD，也就是派遣员工的这个方法的这么一位部长吧。那么这哥们儿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人他会形成一套很神奇的逻辑自洽。我呢以前有一个同事吧，这个同事呢是华为出来的啊，他是华为的 HR，然后我们把他招回来。这个有一段时间，就是公司里头有个女同事怀孕啊，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公司在装修，这个味道不是很好，这个是不是可以给她放点假？后来这个华为过来的这个人呢，就是说为什么呀？他说我们都是要鼓励他们加班的呀，这个虽然环境很不好，但是你要在这个时候做出牺牲啊。我说人家怀孕了，我们这儿装修呢，对吧？这个油漆啊什么味道不好，对妈妈对孩子都不好。啊，这位同事也是位女性啊，她说她当时在华为怀孕的时候，就是一起加班啊，这个大家觉得很光荣啊。就是她最后会把整个的逻辑整个扭曲掉啊，就是把人这个东西不作为一个人来去衡量，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对吧？我们首先要保证母婴的健康，要保证人的安全，然后才是公司的。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逻辑有时候比较怪啊，因为咱们一直比较崇尚的叫舍生取义，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义这个东西啊，因为破四旧的时候给破干净了，所以现在呢，大家都要求说，哎，你要为了公司啊，为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小团体利益
去进行舍生取义，这个而且他还觉得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啊，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教育了我们半天。后来我说这个事儿没法跟你沟通了啊，我说你虽然作为 HR 的一个负责人，但是，这个咱们就你就别管了啊，这个事儿我们其他人还是把这个意见提出来，咱们该休息休息，对吧？该让那个其他的该放假放假啊，咱们去调整一下就完事儿了。这个完全无法理解啊。继续啊，说欧弟的年终奖4个月封顶 A 级绩效，也就是这个16.6万啊，给不到30万，部门钱多只给正式员工啊，这个看来是在华为里边混过的人给的这个补充资料吧。欧弟嘛，你既然都已经是外派的，凭什么给你那么多钱，对吧？用外派的原因就是要省钱嘛。而且在这个公司里边分3、6、9等啊，这个对人的这个心理是有巨大压抑的啊。因为我原来在盛大的时候就分啊，但是它不是分 OD，我们是往脖子上挂带子啊，它都是盛大员工，都是这个正式员工，但是呢，它分这个级别，这个基层员工呢是蓝色的带子，这个中层员工是红色的带子，然后这个高层呢是黄带子啊，它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家一看这个脖子上的带子就知道谁说话算数，对吧？那么整个这个很多事情推进起来呢，怎么说呢？这个基层员工的这个积极性一下就没有了。后来我们也问他说，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带子挂上？他说呢，第一个是啊，刺激荣誉感啊，让你能够努力的向前。蓝带子要努力成为红带子，红带子要努力成为黄带子，但是那个过程非常非常难啊。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参考的是这种军衔制啊，军衔制的目的呢，一方面是荣誉感，第二方面呢就是当一帮人凑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的时候，可以快速闹明白谁说话算数，对吧？就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你像他这种 OD 正式员工的话，那肯定是有极大的这种压抑啊。还有人说了，说不得不说啊，这套筛选规则虽然挺没人性的，但是里面还是有不少有道理的点的，甚至可以说面面俱到。只是问题是，如果这个标准细化下去，你可能会发现全球这70亿人就没有哪一个合适的了啊。这个合适的人肯定还是有的，不行的话，他们还可以自己培养吧。这个怎么说呢？以华为的这套方式来说呢，它就是底层逻辑错了啊。这个我记得原来讲说，这个纳粹德国的军官去集中营里头啊，或者灭绝营里头去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没有觉得这事儿是个错事儿啊。他说我就是一个在做正确的事情，然后他也可以把整个的过程做的这个就是井井有条的。然后这个人回到家里以后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对吧？然后这个修剪草坪、陪孩子这个玩耍，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在底层的逻辑上是错的。那么华为这个帮人做出这样的一个垃圾出来呢，也只能说他最底层啊，作为人的一个这个基础的东西呢丧失了啊，那他这事儿就没法整了。他就会把这个非常反人性的东西做的条条是道啊，整理的这个井井有条，他就可以干这种事，就跟这个德国纳粹军官去灭绝营里头去很高效率的处理犹太人这个过程是一样的，他没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华为对老员工子女入职华为是有专门流程的，大部分老员工即便想也很难把子女塞进华为，所以他们管理员工的时候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子女可能会被这样管。估计是欧弟离职率有点高啊，这位部长本身也受到了压力，结果总结出这破玩意儿，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减少欧弟离职率，太天真了。这位部长进华为还是不够久的，也10几年了，对吧？类似的问题在早年的华为就发生过，一样的工作，一样的绩效，凭什么收入就比别人低？这才是核心的矛盾。当时华为是大量把欧弟转正，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部长还是太年轻了。
这可能也是一位老华为吧。我觉得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说华为啊，尽量避免子女入职华为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对吧？你像这个，孟晚舟不也在里头混着呢吗？对吧？而且混着混着还有接班的这个迹象，所以呢，我并不觉得这个华为就可以避免大量的子女入职华为这件事情啊。然后另外呢，这个他并不是说欧弟离职率太高啊，而是什么呢？这个人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啊，就是留下来的呢都觉得不怎么样啊，走了的呢每个都觉得好啊，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人性如此。我记得原来有一个笑话，说一个老爷吧，这个地主老爷啊，不太会说话啊。有一次呢，他想请村里人吃饭，但是呢不会说话嘛，人缘不太好啊，上来就说这个我请大家吃饭啊，一定要来。结果等到日子了呢，发现哎，就来了一半人。然后这老爷就急了啊，说这个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啊，对吧？那剩下这来的这些人一听，哦，这该来都没来，那我就不该来呗。乌拉乌拉乌拉，又走了1/4啊，还剩1/4的人。这老爷瞅了瞅，哎，这不行啊，这怎么不该走的又都走了，对吧？然后这个剩下人一听，哦，这个该来的没来，不该走走了是吧？那我也走吧。最后剩了一个哥们儿哈，这个站起来说：“哎呀，老爷，你这个不能这么讲话，太难听了，对吧？这个你一看这个一说话，大家都走了。”然后这老爷也是捶心动足啊，说这个我不是说他们呢啊，这个最后这哥们儿掩面而去了，对吧？所以他有时候人性就如此啊。虽然这故事很可笑，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哎，这个每天在我眼巴底下晃悠，我觉得好烦啊。把他走了以后呢，发现哎这事儿玩不转了哈、这个就是如此啊。还有人说啊，很多手法都似曾相识似曾相识。看来从 IBM 那儿学到了不少嘛。IBM 外包员工还分成contractor 和 vendor 呢，就是他外包员工也是分层级的。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华为呢是跟 IBM 学的这个企业管理啊，IBM 当时是自己做了一套企业管理规范，但是呢因为实在是太严苛，然后太刻板了，IBM 自己都没用起来啊，就是 IBM 自己设计完了自己没用过，然后华为说来我用，对吧？最后他跑起来了，所以确实是跟 IBM 学了很多东西啊。然后呢，还有人说啊，干脆也顺便物化一下消费者吧。一切认知高的、反复挑选产品的、不爱国的，并经常上网发表言论的、喜欢阴阳怪气的，都没资格买华为商品。是这样的呀，你像我就没资格买华为商品，对吧？我以后也不会去买啊。这个人家早就已经把消费者都物化过了啊，通过各种智商税啊、各种智商筛选，已经都筛选好了啊。其实华为的商品本身做的还不错啊，就大量的技术也好，品质也好，品控其实都是不错的。只是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它的品牌宣传战略啊，所以就不太买了。这个我有一段时间是买很多华为商品的啊。老范，老范，下次有人喷你，你就学护神风，问他们是啥学历啊，用啥手机，开啥车。哎呀，这个没有必要了，对吧？各自玩各自的。护神风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啊。有人这个呃，把小扳手弄完了，把这个会员弄丢了，还跑上来秀小扳手啊，这个是要没收的。像这样的就是要没收小扳手。明天估计去不了，报名费就当会员了，好吧？这个要上线版本，那这个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已经有14、15个人报名了啊，然后明天 Tiny Fu 也会跑来啊，明天塔主也在，Tiny Fu 也在，所以呢，明天还是会比较好玩的。明天下午2点的话，我们会线下见面。老范，你说的这个前华为 HR 和火车上阻止砸窗户的人员，何其相似！还好有你们这帮人在。这个，哎，有的时候人还是要稍微有点底线的，对吧？今天有个亲戚问我，他买的 nova 13怎么样？2399，我看了一下这个手机，
配置惨到家了，华为还是会赚钱啊？对啊，人家都已经这个爱国了，为什么要牺牲利润呢？哎，感叹我是死人一条啊，就想安安静静的待在角落，不喜欢争这些。哎呀，这个好吧，我要在国内就好了啊，这个就能去找你们玩了。飞回来呀！看完抢先视频回来，小米有些商品还是不错的。小米眼镜用了2周了，感觉也还挺好。你像小米手机、眼镜什么手表、耳机这些我都是不会买的啊。这个我的手表是苹果的，这个耳机是索尼的，手机也是苹果的。然后电器的话，一般我没有特殊要求的，我一般会买小米的啊。然后车呢，感觉还不错，是买的小米的。我觉得大家自己去选择就完了，没有谁说我一定要全买小米的。好，继续啊，说这个明天线下聚会的这个帖子下头有一位朋友在发言，说兄弟，为啥这样的聚会还收费呢？实际上你心理上就是不是个圆桌会议吗？让大家侃侃而谈，而是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用的啊。还有很多人说我就是没钱啊，还有说你为什么这个割韭菜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统一解释一下啊。收费的最核心原因是进行筛选，啊，因为有些人呢，就说我就想来占这个便宜，想蹭一下呢，就这些人就别来了啊，因为他们会破坏氛围。至于收的钱呢，这个我们到现场，比如吃吃喝喝一下，未必能剩下多少啊。然后这个呃房子是不要钱的啊，这个场地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咱们在现场，比如说楼下是有漫咖啡，咱们能点东西，点点东西上来吃吃喝喝，然后开开心心的折腾一下，但是最好别给人弄太脏了。剩下如果剩的有钱的话，反正我做一个账啊，然后下次比如说拿这个钱差旅到其他地方去接着开会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然后现场还可以聊聊天，发发红包什么的，大家再分一分，也都很开心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收钱的目的不是说我就缺你们这点钱啊，这个当然我也缺钱，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并不丢人啊。只是呢，这个最主要的收钱目的就是为了筛选啊，所以我觉得筛选的效果还不错吧。人多了呢，这个反而这个没法去特别开心的沟通起来。然后你说，哎，我不愿意交钱呢，你也别说别人割韭菜，对吧？你可能就是这种，还有一个人上来回答说啊，你怎么能割韭菜？你这个应该也财富自由了啊，是，你上来割韭菜，你不丢人吗？啊，首先讲啊，我没有财富自由啊，我还穷着呢，我还每天在这儿录节目录挣钱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收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阴阳怪气的人这个筛选出去啊，他们这些人到了现场也会破坏气氛啊，也就如此了。好，继续啊，这个下一条啊是印度幽灵员工在多家 YC 创业公司磨洋工的故事啊。有人说了，这是典型三哥，毫不奇怪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确实有很多朋友跟三哥啊打过交道的朋友呢，给了我这样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吧，就是说啊，印度人呢比较能说啊，比较能忽悠，但是干活不太行。但是我相信呢，这依然是一个刻板印象啊，因为我们不能给人贴标签嘛。你不能因为他是印度人，他就一定有这样的性格啊，这个是政治不正确的，对吧？印度人里头应该也有能写代码的，虽然我没碰到过啊，这个我的朋友好像也没有怎么碰到过这些人啊，但是我们毕竟是一小撮人嘛，这个样例实在是这个呃太少了啊，所以不能去讲这个事情。万一人家有好的，我们只是没见着呢，对吧？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只是大家的刻板印象也不是这个什么呢？也不是空穴来风吧，就是也是有原因的，肯定是有一些印度人呢有这样的特性，而且呢，这样的印度人呢会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特别能说啊，大家能记住他啊，然后活儿没干出来啊，大家觉得很烦啊，很恨他，对吧？这些人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那些比如说真的默默无闻干活的印度人呢，大家可能压根儿就没看着他啊，也不知道。然后活儿也干完了呢，大家把事儿就忘了，对吧？只有痛苦才会被记下来嘛。
所以有一些这种夸夸其谈干不出活来的印度人，就会给整个的印度的种群吧留下了这样的一些印象啊。所以我觉得我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比较政治正确啊？继续啊，说语速快是印度人的通病，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呃，但是这样就是语速快这个事儿呢，呃，你还得对答如流才行，你不能光快，对吧？这个人肯定还是相对来说对答如流，而且他的这个，因为我没看过他讲话啊，不知道他英文的这个口音重不重，对吧？因为印度人有些语速很快，但是口音很重。他能够在美国这么多公司里头通过面试，虽然他每一个面试公司里头都有印度人再去给他们做面试，但我估计他口音应该不是那么重。个人觉得，面试前知道公司再多的消息没啥大用途啊，只要能够胜任工作就可以了啊，不进去啥也不知道，看到的都是纸面文字啊。徐志摩不去苏联，啥也不知道社会主义苏联的面貌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你如果真的是那大牛人啊，等着扎克伯格拿着钱来挖你的这些人，你不需要去了解这公司到底怎么样。但是呢，正常情况下是很多人在抢一个职位啊，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多去了解一下也对于你决定说我到底要在这个公司的面试上花多大精力，还是有帮助的吧。而且呢，如果你真的特别想去争取一个职位，需要去跟别人竞争的话，你更多在比较多的了解这个职位，它是有好处的。所以那些股票当初是一次性发放给他的嘛，被开了，工资就断了，但是这股票是不是没法讨回去啊？这个真不是，这个股票呢，只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笔烂账啊。特别是早期的创业公司里头，创始人所有许诺的股票基本上都是烂账啊，最后很难去兑现的。但是呢，又有很多创始人呢，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去忽悠创业者来去给他打白工。对吧？折腾来折腾去的，这个大家就不太信这个玩意儿了啊。这位印度小哥愿意去相信股票，并不是说最后真的想拿这股票干嘛，而是说，你看我的薪水比别人低，而且呢，并不是我能力差才比别人低，而是说我看中你未来的发展，对吧？所以我可以要更低的薪水，然后你赶快把我招进来吧。实际上是迎合这些创始人一个怎么说呢，贪小便宜啊，想去坑人的一个阴暗心理啊，最后这股票是拿不到的，不要想这事儿。回不去啊，这个好吧，这个不着急。老范不会在喝咖啡吧？没有在喝茶啊，只是这个杯子是小米的杯子。除了电信光纤指定装的路由器外，以前现在，我都没买过华为产品啊，以后也不会买。无他，就是看到菊花很多作风与个人价值观相冲突啊。这个原来其实不这样，就是在孟晚舟被抓之前，其实华为不这样，只是后来一下就变本加厉了。那点钱老范能割啥韭菜啊？对，啥时候老范当100万博主了啊？没说就有没准就有机会割了哈。这个100万有点难，你像我到现在也就是个，连7万都没凑到呢啊，还是要慢慢的努力的。来了啊，欢迎199人民币也算割韭菜，想什么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些人他就是见不得别人收钱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啊，读书人怎么可以谈钱呢？对吧？多庸俗啊！这些人其实都是一帮穷酸。这个有吃有喝的啊，还能和主播面对面聊天是不是太直啊？直不直这个咱不关心啊，但是我觉得起到筛选作用还是很好的。来了啊，点赞。想起来川地会找一个带印度口音的英语翻译，帮他翻译另一个口音很重的阿三说的英语。
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很多印度人说话确实口音比较重。小范的作业 MacBook 都能做吗？为什么一定要用 Windows 本啊？这个其实当时我问过他，我说你到底是用 Windows 还是用 Mac？他最后决定是用 Windows 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老师肯定是只涉及 Windows 环境，他如果自己不能折腾的话，你肯定是用 Windows 是最省事儿啊。你如果能折腾的话，可能是用 Mac 也能折腾出来，但是会要费点劲啊。所以他就懒得折腾了，买了个 Windows 的本儿。老范如何定义财富自由？要多少钱才够啊？不是多少钱才够。其实，在中国挺难财富自由的，因为中国最后的医疗部分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啊。就是养老这个事儿，你财富自由，你最后总得养老吧，体面的老去和死去嘛。这个你其实拿多少钱都不太敢说够这件事儿，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我到现在还在努力啊，我争取能够干到62岁退休，或者我估计我得63岁退休啊，能够领到退休金，对吧？我今年是53岁啊，还能干10年啊，再陪大家唠10年嗑。但是往后的话，可能节目会少一点啊，这个日更实在是，对我的身体消耗太大了啊，是更了3年，快4年了吧，实在是有点快坚持不下去了啊，也是说再去做一些其他内容吧，啊，慢慢的把这个更新频率降下来。晚上好啊，边学习边听，你还是认真学习吧。我建议出省上学啊，你建议出省上学还是本省上学？是不是你也推荐北上广深杭上学啊？这个我们肯定是本省上学，北京的就老老实实在北京待着啊，绝对不出去。肯定用 Windows 啊，还要打游戏啊？好吧，那就 Windows 吧。这个反正小范同学肯定不能说我要打游戏，所以要 Windows 啊。我倒是说你可以好好打打游戏。小王听故事，作为老范的老粉，还是很矛盾的。又希望范大伙挣钱啊，老范大伙挣到钱啊，又不希望大伙啊在可控的范围的情况下开开心心的说话啊，顾虑没那么多。这个挣了钱就更没顾虑了。没事啊，后面 AI 越来越厉害，更新起来也就方便了。这个 AI 确实会越来越厉害，但是还是没那么容易啊。唠10年嗑，努力唠出100万粉啊，这个挺难的。我现在一个月才能涨500多啊，这个很难的。一年也就涨个几千啊，我估计到今年能够涨到7万多吧，连8万我估计都够呛啊。然后看看明年是不是能够涨到9万多啊？等到10万的时候给我发银牌呢，我还期待这个。好，我们继续。反内卷与供给侧改革这条啊，这个有人说老范你不想混了吧？这个没有啊，我觉得我说的都挺好的，这个也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对吧？咱们不要过度解读就可以了啊。有人说了啊，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国有化改革，把民企呃这个污蔑为落后产业和各种罪名啊，保留真正落后的国企垄断。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就是民企里头呢肯定是有一些赚黑心钱的啊，做这个叫做什么的呢？做这个比如说污染啊，做什么这样的肯定是有啊。然后呢，国企你说有没有呢？肯定也有，但是呢，国企相对来说就比较能够这个通过检查，它最终呢会留下国企和这些最好的民企啊，国企肯定是该死的死不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反内卷唯一需要干的事情就是让该死的死掉，大家一视同仁就可以了但是国家的这个企业又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嘛，这个事儿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麻烦。其实好多后来国企是也让他们破产啊，但是他们那个破产方式是找这个叫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其实依然是国资委下边这些公司，对吧？去进行转移啊，最后等于还是被国家背着，他们还继续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到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以后呢，他们会去干嘛呢？比如说把你这个工厂停了然后呢把人轰走，然后把这个地块想办法
收拾收拾把它再卖一卖啊，卖地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获得一些收益回来吧。还有人说了，说当年关了那些工厂，最大的改变是雾霾没了啊，好久没有听说过北京雾霾了。河北也是冬天很明显啊，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北啊？北京呢雾霾确实少一些了啊，但是依然有啊，要比原来少。但河北的雾霾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减啊！你现在坐火车出去啊，只要离开北京，马上你就觉得撞进了一堵墙一样啊！这个北京周边全是雾霾。啊，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雾霾。但是我不怎么往北走啊，我主要是往南走。你比如说坐北京坐火车奔这个上海走啊，那中间有一段那真的是那没法看的，那就是啊，我有时候去石家庄，那石家庄到冬天完全没法活啊。当然人家也都活得很好了啊，这个只是我比较娇气而已。所以反雾霾这个事儿我是不承认的啊。啊，还有人说了啊，优质生产力保质期太短。这个没办法，你只要是由行政干预造成的这种优质生产力，不是由市场筛选造出来的这些这个优质生产力的话，这个必然会快速衰竭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另一台 Windows 就别考虑 Mac 了。没有啊，我就一直是 Mac。也没有，我想想啊，我大概用了可能10几年的 Windows 还是20年的 Windows，然后转的 Mac，然后转过去以后我就开开心心用了。中间呢也用过一段时间 Windows，是为了打游戏啊，就是，但是后来觉得还是 Mac 好使，就是你真正要干活还是 Mac 好使。赶上直播了啊，非常棒。最近这阵子时区对齐之后，反而直播赶不上了啊。对呀，这个我直播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陪娃呢。好久没看到塔老师，塔老师一直在，明天塔老师也在，有没有人到北京来看塔老师的？大家好，大家好，对，Mac 不行啊，玩不了游戏，对，Mac 游戏确实会差一点。干活 Mac 也不好使啊，我这儿好多软件都是 Windows Only 啊，我这儿都没有，我这儿的软件要么就是 Mac 啊，要么就是这个 Linux 啊，这个一般 Linux 的软件 Mac 都能跑。我到 Windows 还有很多是需要使用WSL 还是就是这种这个叫 Windows Linux 子系统的，需要用这种玩意儿啊。这个我其实大量因为写程序嘛，大量还是用 Mac。我记得原来看那个叫什么微软技术大会，对吧？你看苹果技术大会呢，下头举一堆的这个 Mac，这事儿没毛病，对吧？谷歌技术大会下边一堆的这个小苹果亮着，因为以前的那个 Mac，它那个屏幕上的苹果是亮的啊，不像现在是那个苹果是不亮的啊。然后你到 Windows 啊，微软的技术大会，一看下边也是一片小苹果啊，所以程序员一般还是喜欢用苹果。Mac 用了30年啊，这个比较厉害。还继续啊，这个周日吃药闲聊啊，这个里头有人说了，国内的飞行执照去欧美需要有个转换的流程，对语言能力要求比较高，而且国内机长晋升快，很多高中毕业靠关系就去，这个航司委培训啊，这个陪航校啊，航司委培航校，30岁不到就当机长了，国外大家都普遍是用贷款，就是先工作几年，攒够了钱再去航校考证，然后40多岁才当上机长。而且国内待遇好啊，很多海外航司飞行员的食宿都要自理，生活能力差的根本无法适应海外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啊，你也不用想这个事儿，就是你放开了以后呢，愿意去的人也就去了，对吧？他自然会去克服这些困难。不愿意去的人说，我一定要在国内舒舒服服待着，我也没法学外语，那就让他在国内这个怎么说呢？选择他想要的生活呗，对吧？也就如此了。好，我们继续啊，这个盘古大模型抄袭通义千问这个，
啊，有人说了啊，果然还是国人玩的花啊！昨天阿三造假弱爆了，这个阿三干这种事干的也很多啊。这个就是拿人家的这个模型出来，套壳或者是这个刷榜什么这个事儿都干的很多。就是中国人反正刷榜刷的更多一些。你像拉玛四不也是刷榜刷出来，最后刷丢人了吗？所以呢，这个哪儿的人都一样啊。这个玩花活不觉得什么地方有更高一些、更低一些的东西。然后再往后啊，说结论就是合规，但不道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以现在的这个结论来说呢，合规性上也是有问题的啊。然后确实不太符合开源道德啊，只是如此。至于后面的这些无法证实的小作文呢，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咱们等这个子弹稍微飞一飞。还有人说啊，可以去看看云头条发的内部员工爆料，如果没被删了的话，啊，讲的应该是那个盘古之殇那篇文章吧，我是很认真的看完了啊。算了，不在这儿跟大家评述这个文章了啊，因为没法证实真伪，就是华为随时有可能出来辟谣，说这就是个谣言啊，不与这个事实不完全相符啊。大家注意我的修辞啊，不是与事实完全不相符，而是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啊。这个次序虽然差了这么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学问很大。对吧？这个完全不相符呢，就是你所有东西都不对，但是这个不完全相符呢，你可能里头有这么一两条不对啊。你比如说，这个他说他们啊到苏州这边去，集中的时候还吃了一顿小龙虾啊，但是我们吃的不是小龙虾，我们吃的是西湖醋鱼，对吧？你这个文章就属于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但是你只要是讲了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的东西呢，就算造谣，对吧？这个没必要跟他费这个劲啊，咱们等华为自己想想应该怎么说这个事儿。这个文章现在还在啊，而且传播的非常广，也都是公开在传，在抖音、在小红书，在国内的媒体上也在传。所以华为现在并没有动用它原来的这个法务能力去让这个文章消失掉。还有人说了啊，千问是开源的，为何华为就不能大大方方承认，在千问基础上继续开发，非要说自主研发，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合作呢？哎，这个人家属于这个人设立在这儿了啊，我就没法去重新把这腰弯下来了，对吧？你说这个人啊，这个国家级一级厨师啊，这个非常厉害啊，那你说他能承认自己用预制菜吗？他不能承认啊，对吧？就是这么一个人设。爱国主义人设嘛，还有人说了，说去年 GitCode 的事儿，没过多久啊，你怎么就又夸华为开源做的不错了呢？华为的开源在国内的各厂里边，它确实做的是不错的啊，它呢也确实培养了开源人才，然后呢也在积极努力的推动国内的开源事业，但是呢，它有一些别的问题啊，就是它在国内推开源的人呢，跟这个叫做这个他去发这个代码的人其实不是一拨人啊。然后国内他负责开源的人呢，也在提醒他说，咱这东西要不然就别开源了，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啊。人家说不，我们一定要去。而且他这个盘古大模型里头，就是开源项目你是要署名的嘛。真正署名的人没有一个是干活的啊，全都是这个领导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上署名了，对吧？真正干活的人呢，就第一个你也没有法署名啊，或者是你只能在署名一个外围的位置啊，甚至有很多人说我羞于署名啊，我就不在上头写名字。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人其实还是懂开源的，就是我不愿意在上署名，这些人是懂开源的。但是啊，有一帮人在里边是就搞成这么乌七八糟的事情，你也拿他没办法。就是他是两拨不同人吧。好，我看看这个啊，如何看 DeepSeek 最近好像熄火了？没什么熄火的问题啊，在国内用的还挺多的。你到国内其实 DeepSeek 还算是最好用的这个模型梯队里还比较靠前的啊，因为国内它使不了别的呀，你只能用 DeepSeek、豆包、千问啊，这个其他的其实都不太好使，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DeepSeek 用的并不少。
至于国外的话，我慢慢等呗，等他慢慢把这东西做出来，对吧？继续往前推，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啊。你非着急忙慌的等他这个快速的做出来，那没准就会翻车嘛。我觉得研发嘛，就是不要太着急啊。我也喜欢 Mac 啊，这个对我是很喜欢 Mac 的。这个老范今天去办香港卡遇坑啊，分享一下银行要的水电账单、物业出具的没用啊，要政府或者银行出具的，比如信用卡账单上的地址一定是最新的，这个会寄卡到账单地址啊，这个我没办过啊，我不知道。我是有港卡，但我的港卡是在内地办的啊。这个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找这种银行啊，它会有这种服务，就是说，你存多少钱进去以后，它会给你办港卡啊。但是这个数呢，反正不同的银行不一样，所以我压根儿就没去过香港。然后去香港去过，但是就没去过香港的银行啊，也没有想过线下办卡这个事儿，人家就那个直接替我弄完了。我感觉这段日子我用的服务商不太行啊，YouTube 总要卡，这个我这儿还可以，但是最近的网确实不是特别好。我前面说的是对学生来说，哪段儿？汇丰50啊就可以办了。对啊，它差不多就是40-50的样子。好，我们继续。上下文工程啊，有人说了啊，说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方向。除了上下文工程之外，加上多模态混用的认知和互动的能力，对一般使用者来说更方便实用啊。这个多模态到底怎么加进去呢？这块还要想。而且呢，要注意一点，就是上下文工程这东西绝对不是给一般人使的，这玩意儿就是给程序员用的啊。你没有程序功底，想去应对这个上下文工程，还是很痛苦的。但是有了程序功底以后，上下文工程确实是可以极大提升效率的啊。再往后啊，说事儿啊是这么个事儿啊，痛点是这么个痛点，但是个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啊，起码目前还不能工程化的解决，弄来弄去，最后靠的还是 MCP 和提示词，只不过多加了一个没法确定是否起作用的对话记录，剩下的咱不是现在就能不，剩下的不是咱现在就那么弄嘛？有啥区别？实测的话。塞那么老多的上下文进去，留下给大模型上下文的就不多了。比如 Cloud 啊，超过 128K 的上下文性能就开始大幅下降。这个时候，大模型处于一个想的贼明白，干不明白的状态。最后得到的结果并没有明显的提升，所以根本上还是大模型超长上下文的能力瓶颈需要解决，而不是造词运动。李飞飞啊，你是真交了个好徒弟啊！这个事儿呢，我不这么看啊。这个怎么说呢？并不是说你有128K 的上下文就一定要给你填满啊。整个的上下文工程的优化方向还是要用尽量少的 token，尽量简练不互相干扰的这些内容去进行上下文的搭建，然后去获得你想要的结果。你真把它塞满的话，那就属于叫垃圾进去，垃圾出来，对吧？另外呢，你说我现在不是就这么干吗？你有可能是恰巧这么干啊，也有可能说我这次这么干了，下次我没这么干。但是你一旦把它做成工程化啊，或者说我们把它写成一个手册，大家都照着做的话啊，那么它就可以有很好的规范作用。我记得像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搭建叫编程环境啊，就是说你这个电脑是什么样的环境，要有哪些依赖的包，哪个包是什么版本啊，要有这样的东西都搭好了以后才能去写程序嘛。而且大家必须在统一的这个环境下去工作，对吧？有些人说，哎，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我这环境跟你差不多啊，那这个就容易出问题啊。还有些人说，那你给我写个文档吧，或者给我写一个简单的这个列表，说，你一共需要哪些包，哪个包是这个
什么版本啊，然后这个你给我写一个东西，我自己照着弄就完了。这个呢，最后也会出很多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叫做总有错的啊，然后最后导致什么？你写的程序到我这儿跑不通，我写的程序到你那儿拼不上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最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脚本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把整个的环境生成的过程写成一个脚本啊，任何人说，哎，我现在要开始干活了，你只要把这个脚本运行一次，只要不报错啊，这个脚本顺利运行完了啊，那你的环境就是跟要求的完全一致，这实际上就是个工程化过程啊。那么在这个往后你再去干活的话，你就在这个很多的坑实际上就已经躲掉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很关键的。造词儿呢是需要引起关注啊，这个非常重要。李飞飞的学生还都是比较会造词儿的吧？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标准化、工程化的这个上下文啊，去让他干活的话，确实是可以少踩非常非常多的坑啊，这个事儿还是很关键的啊。而且呢，让大家说，哎，我们就照这规范做啊，这个可能就很多的AI 应用就做出来了，或者 AI 应用的这种表现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一点。还有人讲啊，其实同一个人讲的另外一条评论呢，是说这个概念是不是有点违反自然语言交互的宗旨了？说对了啊，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就是使用上下文工程是完完全全违反了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个宗旨啊。所以我为什么讲说这个东西压根就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普通人用的还是自然语言交互，对吧？你包括提示词工程，你非上来说这个你是一个这个英语老师啊，然后你现在要给谁谁谁出卷子，还是要给谁谁改作业，谁上来这么说话，对吧？你自然语言交互它不是这么讲话的啊。那么未来的话，肯定还是 OpenAI 呀、Gemini 呀、Cloud 他们会逐渐的返回自然语言交互的过程，而这个上下文工程的话就是给程序员去搭建AI 应用去用的啊，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违反自然语言交互宗旨的。感觉最近国内都好热啊，天有异象啊。据说南方很凉快啊，但是北方确实很热。这个中航港股通是要500万，这个好吧，这个你别办中航的，你去办这个汇丰的呀，或者 DBS 的呀，去办这些玩意儿都是比较快的啊。对学生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另一台 Windows 就别考虑 Mac 了啊。这个好吧，嗯，确实是这样的啊。我10年换了 Mac 就再也回不来了啊！是，我是换完 Mac 以后就回不去了。原来我没用 Mac 的时候，看别人用 Mac，然后我去试了几次，觉得哎呀好难用啊，这个好不习惯。然后人家说你只要换了你就回不来啊。后来我就换了，然后发现真回不去。最近这个图标换了，变成小皇冠了啊？什么小皇冠？这个我还没太注意啊。Groog。应该是 Grook 吧，是很多 token 什么意思？没看 Grook 要很多 token，这个没太看懂啊。因为明天中午12点好像是发 Grook 4。原来 YouTube 的这个直播间的积分只有在电脑网页端有，好吧？那么现在手机端也有了是吧？这是什么新的积分啊？不太了解。汇丰听群友说15万就行啊，虽然说的是50万啊，这个就不了解了。什么小皇冠？对啊，我也没看到小皇冠是在哪儿。好，我们继续啊，还有几条。香港和深圳稳定币的冰火两重天啊，然后有人评论说太多庞氏骗局了，虚拟币就是个由头，还有其他的啊，庞氏骗局呢总是在转啊。但是我其实并不太喜欢庞氏骗局这个词，为什么呢？它，按道理说庞氏骗局就应该是用后边来的这个钱去给前边人实现利润，然后，慢慢滚到滚不下去了为止嘛。因为，你做实际的生意很难形成这么大规模稳定的利润嘛，实际上是虚假利润，啊，这个东西叫庞氏骗局。
但是互联网其实很多玩法一开始都像庞氏骗局，只是呢，他们飞轮转起来以后，他们会找到其他的这种盈利方式，对吧？慢慢的把这个窟窿填上，那就不再是庞氏骗局了，对吧？你不能说我一直转一直转，然后一直不做任何实际的事情，就是国内做虚拟币这帮人，好多人是不做任何实际事情的。我记得原来作为投资人嘛，也去看很多这个币端的这个币圈的项目，然后呢跟人聊了以后呢，人家都很鄙视我说你这个就是传统互联网人啊，你这个根本就没法适应我们的思路啊。后来我说好吧，我岁数大了，这个确实没法适应。我说你给我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你老让我们干一个实际的事情啊，要么是去放广告，要么去做别的什么交易什么，你老让我们去做实际的事情，说这事儿是不对的。然后当时把我说傻了，我说那你这个不做实际的事情，怎么就能挣到钱呢？对吧？你最后这个钱是哪儿来的呢？啊，他们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如果你真的挣钱了啊，真的做了实际的事情，你最后呢就会追求一个叫市盈率的东西，对吧？市盈率是固定的，你5倍、10倍、15倍、20倍，撑死了30倍、50倍，对吧？你还能怎么样？你不可能更高了，啊！你要想挣更多的钱，你就需要去这个让你的营业额，让你的利润上升啊，这个事儿是死钱啊，大家对这事儿不兴奋。哦，那什么兴奋呢？市梦率啊，这个我们大家心有多大就能挣到多少钱啊，这个才兴奋啊，这个不受任何的约束与限制啊，所以你坚决不能去做任何实际的事情。然后他们后来还挣到钱了啊，但是咱不羡慕人家。所有抱持这样观点的案子呢，这个确实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啊，我也不会碰啊。这个看到了呢，也只能是哎呀，这个您好厉害啊，这个非常棒，也就完事儿了。继续啊，说稳定币必然成为底下犯罪和洗钱的工具。美国政府为了美债危机，将洗钱和犯罪交易获利合法化。这个说的是不对的啊。这个稳定币呢，或者说类似的这种这种区块链货币呢，确实是有犯罪和洗钱啊。然后美国政府呢是规范了以后呢，要把这个不洗钱、不犯罪的这一部分呢要纳入监管。至于你洗钱犯罪这部分呢，它依然不给你发牌照，对吧？它是这样来去做的。但是美国呢，有一点比欧洲啊、日本要好一点，就是说，他愿意包容一些有问题的交易在里头。你只要在我监管发了这个牌照的这些交易所里头，你别干这事儿啊。然后你在外边呢，我们可以能查就尽量查一下啊。这个你不是从赌场出来的钱，不是犯罪的钱啊，我们也允许你去用啊。或者说你最后用完了以后，我们去做这个审计的时候，你能说得清楚你钱哪儿来的啊？这个事儿也算让你过去了啊，不会说因为这个钱，比如说在赌场里混了一圈然后呢。他就永远回不来啊！他反正美国人的这个很多政策都是会稍微有一点宽容啊，或者叫包容吧。这块呢，就这样去其实是比较利于创新的。至于美债的话，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这个现在的稳定币其实没多少钱啊，可能能上千亿吗？可能到不了上千亿美金啊。那美国的国债是几十万亿的啊，这个36万亿还是30几万亿？大美丽过完了以后就奔40万亿去了，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数啊。这个完全扛不住啊，跟它没什么关系。而且这个什么呢？这个稳定币去买的美债呢，是要求只能买短债，不能买长债啊。这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对于美国政府借美债这件事呢有帮助，但是帮助真的很小。最后一个啊，说香港的真实情况是没有人参与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香港到底是不是有人去参与稳定币的事情，也有可能没人参与啊。因为香港还是可以玩比特币、以太坊，包括这个数字藏品什么这些都可以玩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炒的，对吧？上下浮动很快，而稳定币这东西是没法炒的啊。这个可能对于香港人来说，这事儿太不刺激了啊，这个可能性存在。但是呢，我并不了解一手的信息吧。我今天在电脑端看到的，哎，我还真没注意这东西。倒腾虚拟币发财的人，现在
可以自由回国吗？像孙雨辰这样的啊，这种，看吧，就是你看你倒腾了多少啊，你太有名的你就别回来了。你说我就偷偷倒腾了一点然后挣了一些钱，然后也没什么人知道，那没人管你。错了，对洗钱来说，区块链太透明了，对比起原来的方式很难藏污纳垢啊。这个区块链里头呢，还有人去洗币嘛，或者叫混币，但是这个事儿呢，在美国是违法的。混币是干嘛？就是把这个不同的来源的 U，然后搁在一起进行混合啊，然后在这个走个两三层以后啊，那么它就钱就洗干净了嘛，这个还是存在的。谁说南方凉快啊？37到38啊？南方也这样吗？那这就不过了这日子，对吧？我前两天还问在日本的朋友，我说是不是上日本玩去？他们说日本也好热。哎，我说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啊。来了点赞啊，欢迎。广东33左右啊，还可以，比北京凉快啊，但是广东潮。美债这雪球越滚越大啊，这个我倒不太担心。只要美国政府还没倒台啊，那么它就得接着往前滚。这个今天就37度了，我天，这个实在没法整啊！北京前几天39度啊，这个更开心一点点。好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明天啊，咱们在会场上见了啊。地表温度40多度啊，我这里是广东，好吧？这个没法活啊，没法活。广东这么潮，你要有40多度的话，这个我觉得北京40多度还可以活啊，广东40多度真没法活。南方也要分很多地方，天气不一样，有的地方洪水，有的地方暴雨，还有的地方大太阳。这个地大物博嘛，这个就是这样的。我明天参加不了聚会，哎呀，这个好遗憾。西安最近凉快啊，这个哎，为啥？得啊，那没我事儿了啊，是啊，等下回到美国组织去吧。我就是刚进群1周的啊，以后应该还会有机会。来国际庄啊，避暑不？国际庄是哪儿？石家庄吗？石家庄好像也不凉快吧？难受，对，过2天41啊，这个没法整了。现在听雨看直播，哪里下雨了？能不能跟着最佳气温一直旅居？这是可以的。好多人在云南那边旅居，它就是一直都是比较最佳气温嘛，阴天啊。一到夏天我的地理疆界知识就坍塌到空调房里和空调房外了啊，是这样。现在不是法国人一堆人在研究是不是要装空调吗？40多度。今天在香港晒得扑街啊，香港这种地方都是比较热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听，再见，下周读评再见。明天啊，线下聚会有可能会有直播哦，但是不确定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直播的话，我也可以，比如说录一些节目回来，跟大家分享啊，也是可以的。结束直播。